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呢，我們要來聊一個大家真的敲碗敲了很久的主題 ——AI 經濟學。說真的，市面上的討論實在太多了，一下說 AI 會讓所有人失業，一下又說它會帶來一場史詩級的生產力革命。但這些說法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只是炒作？這一次我們不談感覺，只看數據。我們會深度拆解 Anthropic 最近發布的一份經濟指數報告，用最真實的資料帶你一窺 AI 經濟的真實樣貌。對，這就是我們今天真正要去回答的問題。我們直接從 Claude 這個頂尖模型的後台數據來看，在經歷了這麼多輪的 hype 之後 ，AI 的實際應用到底走到哪一步了？它真的像大家說的那麼神嗎？還是說現實跟我們的想象之間其實有着不小的落差？好，話不多說，我們直接用數據來驗證這一切。OK， 在我們深入所有細節之前，我想先直接給你這份報告最核心的結論，那就是 AI 的影響力，它並不是一個有或沒有的開關，而是一個光譜。關鍵從來就不是你的公司，或者你有沒有在用 AI， 真正的分野其實在於你是怎麼用的，還有你用它來做什麼。這個光譜的概念你一定要先記在心裡哦，它會是我們理解後面所有數據的關鍵鑰匙。好，為了讓大家能有系統的吸收，今天的分析會分成4個部分。首先，我們會介紹 Anthropic 用來衡量 AI 經濟的一套全新工具。接着，我們會展開一張全球 AI 的使用地圖，看看世界各地的人們到底都在用 AI 做些什麼。第3部分，我想也是大家最關心的，我們會深入探討 AI 到底是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內容。最後，我們會從這些數據裡面提煉出你可以馬上應用的未來 AI 策略。好，那我們就從第一部分開始。好，第一部分，要理解 AI 這麼複雜的科技帶來的影響，我們勢必需要一套新的度量衡。過去那種只看用了多少、有多少人用的指標，說真的，已經完全不夠了。這就有點像我們只看一個人吃了多少飯，卻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吸收到營養一樣，對吧？所以 Anthropic 就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概念。這個新概念就叫做經濟機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給整個 AI 經濟做的一套全方位的健康檢查。它不再只問說流量多少、用戶數多少這種很表面的問題，而是深入到使用的本質，去問使用者是怎麼跟 AI 互動的， AI 處理的任務到底有多複雜，還有 AI 真的有成功完成任務嗎？就是透過這些最基礎的元素，我們才有可能拼湊出 AI 影響經濟的真實圖像。那具體來說，這次的健康檢查包含了5個關鍵的項目。第一個是任務的複雜度，也就是 AI 處理的事情是簡單還是困難。再來是人機技能水平，這衡量了使用者和 AI 回應內容的專業程度。第3個是使用情境，到底是用在工作、學校課業，還是個人的休閒娛樂。第4， AI 的自主性，使用者是把 AI 當成一個輔助工具，還是讓它獨立去下決策？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任務成功率。好，任務複雜度、人機技能水平、使用情境、AI 自主性以及最終的任務成功率，這5把鑰匙將為我們打開 AI 經濟的真相之門。重點來了，當我們用這套經濟機緣去分析，馬上就發現一個超驚人的差異，就是一般的個人使用者跟企業用戶根本就活在2個平行世界。一般使用者，也就是用網頁版 Claude 的我們，更傾向於把 AI 當成一個協作的夥伴，用它來學習新知識，激發創意。我們交給它的任務通常也更複雜。報告裡面提到，這些任務平均需要一個人花上3.1個小時才能完成，而且因為是來回溝通、共同創作，成功率也比較高，達到了67%。但企業端呢，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們透過 API 串接，追求的是極致的自動化，所以任務相對單純明確，平均只要1.7小時的人類工時。互動模式非常直接，就是下指令要結果，所以成功率反而比較低，只有49%。這真的很有趣，對吧？一個是增強我，一個是取代你。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 AI 使用哲學正在這個世界上同時發生。了解了衡量工具之後，我們把視角拉高，來看看全球的 AI 使用地圖。你會發現，這裡同樣呈現出兩個世界的極端故事。7%，你先讓這個數字在你腦中停留一下。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它背後其實揭示了一個，可以說是蠻殘酷的現實。這份報告發現一個非常強烈的正相關：一個國家的人均 GDP 每增加 1%，AI 的使用量就會跟着增加 0.7%。這代表什麼？這代表 AI 的紅利目前仍然是高度集中在富裕國家。過去我們常常在說的數位落差，在 AI 時代不僅沒有被填平，甚至還可能在加速擴大。這告訴我們 ，AI 這波技術紅利真的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公平。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正在 AI 時代加速上演。而這種貧富差距也直接體現在 AI 的使用方式上。在高收入國家， AI 的應用可以說是五花八門，非常多元。大家會用它來處理工作，也會用它來規劃旅行、寫一首詩，把它當成一個生活中的協作者。但是在低收入國家， AI 的使用就非常的聚焦，大家主要用它來完成學校的課業，或者處理一些能直接帶來經濟價值的特定工作任務。簡單來說，對富裕國家而言， AI 可能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夥伴，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它更像是一把用來解決特定問題的瑞士刀。這就帶出了一個很矛盾的現象。報告裡面有一句話總結得非常好，他說，在美國國內 ，AI 的普及速度正以驚人的速度趨於平衡，比過去的主要科技快上10倍。但在全球範圍，這個差距並沒有在縮小。也就是說，在一個富裕的經濟體內部， AI 很快就能從精英走向大眾，但國與國之間的鴻溝依然巨大，而且難以跨越。這告訴我們， AI 普及的障礙可能不只是技術本身，更多的是經濟、教育還有基礎設施的問題。好，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3部分，來聊聊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AI 究竟是如何衝擊我們的工作？這背後有好的一面、壞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非常複雜的灰色地帶。數據顯示，目前 AI 在工作應用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甜蜜點跟天花板。甜蜜點在哪裡？在於處理複雜的任務時， AI 能帶來巨大的時間節省，速度提升最高可以達到12倍之多。但天花板也同時出現了，那就是當任務越複雜， AI 失敗的幾率也越高。反過來說，處理簡單的任務， AI 的成功率很高，但你感覺到的速度提升就沒那麼明顯。這意味着什麼？目前的 AI 最適合的角色是一個超級助理，幫你處理那些很花時間，但你本身有能力判斷對錯的複雜工作，而不是一個你可以完全信任，讓他獨當一面的專家。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所以問題就來了， AI 到底是來幫我們練功升級的，還是來廢我們武功的？報告用了2個非常好的例子來說明這2種情況。首先是技能降級。以旅行社專員為例，過去最有價值的工作是根據客戶的需求去規劃複雜的行程，計算各種成本。現在 AI 可以完美的處理這些事，結果留給人類的可能只剩下一些比較基礎的出票收款工作。但也有技能升級的例子，比如物業經理。AI 可以幫他們處理掉所有繁瑣的簿記、租金記錄等等的行政工作，這反而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專注在更高價值的任務上，比如進行重要的合約談判，管理與重要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所以，你現在就該盤點一下你的日常工作， AI 正在取代的是讓你頭痛的瑣事，還是你最有價值的核心技能？這個答案將決定你的未來。我們繼續聊下去，分析了這麼多數據，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在了解了 AI 經濟的真實樣貌之後，我們個人又該如何制定自己的未來策略？第4部分，我們就從數據出發，來談談具體的決策。首先，我們得對 AI 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有一個更務實、更清醒的認識。很多報告一開始都非常樂觀，預估 AI 能讓每年的生產力成長提高 1.8個百分點。
這數字聽起來非常驚人，但重點來了。當我們把 AI 的失敗率考慮進去之後，這個數字馬上就打了個對折，掉到只剩 1.0 個百分點。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一份工作裡面總有一些任務是 AI 完全無法取代的，所謂的瓶頸任務，像是跟客戶面對面溝通，或是需要實際動手操作的工序，這些都會拖慢整體的效率。把這個因素也加進去之後，最終的生產力提升可能只剩下 0.6 個百分點。所以 AI 很強大，但它不是萬靈丹，我們必須要理性看待它的實際效應。這個務實的預估其實也直接指出了我們這些知識工作者未來的價值所在。你最大的價值恰恰就在 AI 目前表現最差的地方。那是什麼？就是那些需要複雜權衡的判斷，對 AI 闡述的內容進行最終的關鍵性的驗證，以及那些一旦出錯就會造成重大損失的高風險決策。這些 AI 的禁區，恰恰就是我們人類未來價值的護城河。簡單整理一下，根據今天的數據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3步的個人行動計劃。第一步，你必須要成為一個提問大師。數據已經證明，你 prompt 的品質跟你能得到的結果品質是幾乎完美的正相關。垃圾進，垃圾出，這在 AI 時代絕對是鐵律。第二步，把你的精力從執行轉移到整合，專注在那些 AI 短期內無法取代的高層次綜合能力，比如說商業談判、長期策略的制定以及管理人際網絡。第3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專家級的驗證者。AI 會犯錯，尤其是在複雜的任務上。未來最有價值的人就是那些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能夠快速識別、評估並且修正 AI 產出的人。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思考：當 AI 越來越擅長處理所有 how， 也就是如何做的這些技術性問題時，我們身為人類還剩下什麼？或許我們最後的也是最核心的價值，就在於去定義那個 why， 也就是我們為何要做這件事。你的熱情、你的價值觀、你對事情的獨特見解，這些才是 AI 永遠無法取代的，也是你未來在職場上最重要的資產。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AI 的影響是一個光譜，而不是開關，關鍵在如何用，這也造成了消費者和企業的2個平行世界。第二，全球的數位落差依然嚴峻，富裕國家用 AI 協作，而發展中國家則用 AI 追趕。第三，對我們個人來說，未來的價值不在於執行，而在於提出好問題，整合複雜資訊，以及成為 AI 產出的最終守門人。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